这就是另一个大殿。这是器物殿，藏有一些珍贵的炼器材料和天神器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有几件鸿蒙灵宝，而这其中就有9颗紫元火珠。那又是何物啊？紫元火珠乃天地孕育而生的火珠，为鸿蒙先天灵宝，但论珍贵程度，还不如你那杆上品天神器残血神枪。但这9颗紫元火珠被主人炼制了一番之后，就连为一体，威力大增，同时成为了整个迷神殿的核心所在。核心？也就是说，我只要将这9颗紫元火珠炼化，便能进入炼火殿了。成功炼化后，你将成为迷神殿的主人，可以将迷神殿随身携带。但能否进入炼火殿，仍旧要看个人的实力。那除了刚刚所说的白色净火之外，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达到白色净火境界之后，你就可以开启炼火殿大门。但一旦进入，就会遇到3座大阵，你必须一一破除，才可以掌握炼火殿。这3座大阵与车侯元前辈方才所炼大阵相比呢？主人方才只是探查你的天赋，而这3座大阵才是对你能力的真正考验。罢了，炼火殿以后再说，我先来开启这器物殿吧。主人曾说过，要开启器物殿，要靠神识找到这大门的机关。机关就在大门之上。很好，现在你需要将大门拉上去。不管是肉体力量还是体内能量，都可以。按照主人的设置，灵魂境界起码要到下部天神，也就是灵魂化婴境界，才能识破机关。我原以为你只有灵魂金丹境界，没想到竟已有这等实力，果然天赋异禀。能撼动大门已是不易，只要你的力量提升到现在的3倍，就可以完全拉起了。灵魂化婴，福伯，你有灵魂吗？你说呢？从您现身到现在，我始终察觉不到您的气息，这说明您的实力应该远超于我。但方才您见到我识破机关，却认定我已经达到化婴境界，这就奇怪了。因为我只有金丹境界，您怎会无法查探我的灵魂？那唯一的解释就是，您没有灵魂。你只是灵魂金丹境界，却能识破机关，难道有什么特殊功法不成？既然你不愿说，我也不再追问。不过，你只从我一次判断错误，就能猜到我没有灵魂，倒是心思缜密。我的确没有灵魂。这怎么可能？人最重要的就是灵魂，没有灵魂怎么可能存在呢？你说了，人最重要的是灵魂。那您是？我是被主人炼制出来的傀儡。傀儡？在神界，
一些炼器高手会直接炼制出一个身体，然后赋予一些简单智慧，便成为了一个傀儡。只是炼制傀儡极难，很多都是没有感情、没有自我思想的低级傀儡而已。那车侯元前辈是如何赋予您智慧的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炼制傀儡，即使在神界中会的人也不多。傅伯，您看，这是傀儡吗？是。单看这傀儡，便知炼制之人手艺极高，只用一些普通的材料，竟然会有如此成果。那这傀儡实力如何？试试方知。好，傅伯小心了。全身骨架尚算坚韧，估计赶得上下品天神器。不过，肌肉只能算一般，但能够炼制出这傀儡的高手，在神界也不多。只是，此傀儡毫无智慧可言，炼制之人为何不顺手赋予一些简单的智慧？也许，他只想让我多一份生存的保证，别的都需要靠我自己。原来有这番深意。那福伯，您的肉身实力如何？我身为神界第一炼器高手的管家，放眼神界，傀儡中比我强的可没几个。我身体的坚韧程度，绝对赶得上上品天神器。只是那又如何呢？不是生命，无法修炼。也无法感悟空间法则。就算我再强，遇到掌握了空间法则的中部天神，也只能束手就擒。就看到这儿吧，接下来我们去中转殿。这是当年主人为雷部神王炼制鸿蒙灵宝的报酬。此树生长已逾数十亿载。无论是树干还是树枝，坚韧程度都堪比上品神器。论价值，还在上品天神器残血神枪之上。整个神界比红桐树还要珍贵的树种，估计只有传说中的古铁木树了。傅伯，这些柱子是干什么的呢？与屋顶不连，根本起不到支撑作用啊！秦羽，你应该知道，越高层次的宇宙空间就越稳定。主人以上部天神的实力是无法在神界打穿空间壁垒的，可是，在仙魔妖界，他就可以轻易打穿一条空间通道。所以这些柱子就是通往其他宇宙空间的通道。对。那空间通道该如何制造呢？我也参悟不透。空间法则当真如此神奇，竟然可以制造出这样的通道来。主人当时也是为了去往这些空间搜集材料，才如此耗费心神建造的。炼器之人为求材料，竟然可以做到这种份上。恐龙界，流云星上发现有乳晕灵珠。幻魔界，天蓝星上发现有五巧板石。凡人界第3空间，可风星上发现有黑牙泉水。紫玄仙，这些柱子并不是实体，你可以步入其中。这样就可以传送至相应的宇宙空间。傅伯，您刚刚说只要进去就可以抵达相应的宇宙空间。对，怎么，你要进去？紫玄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虽然我现在有可以撕裂空间的实力，但制造一个能够让我自己进入凡人界的通道，却是远远不够。幸好车侯前辈已经炼制好了这空间通道。思乡之情，
我明白，你自可前去，只要记得回来就好。放心。这片宇宙出入中转殿的路径竟然是个黑洞，不过引力倒并不算大，看来周显当初的手段也不算厉害。昔日的祖龙帝国、西帝国、陈帝国的帝王，都比不过咱们今日要说的这位印帝国的开国皇帝李氏。他厮杀半生，除了妖族盘踞的洪荒那等人类的禁区，终究统一了乾隆大陆所有区域，真是了不起啊！印帝国，想不到，距离我飞升仙魔妖界也有4000年了。乾隆大陆上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王朝更替，果然没有一个王朝是能够永久辉煌的。就说这开国200余年，那是一片繁荣昌盛。四海之内皆为推崇，是，来此修真者更是趋之若鹜啊！要说安全嘛，我印帝国敢说第2，没人敢认第1。这个特别好，来，老伯看看，特别好。大哥、二哥、父皇，不知秦家现下如何了？主人，想不到还能再见到您。小莫，多年不见，如今我秦家子弟身在何处？主人，幸好你回来了，秦家如今有难。二哥，小雨，可恶！碰魔岛那些宵小之辈，竟敢违背连冲遗命，觊觎我飞升前留在秦家的极品仙器。主人，都怪我实力不济，没能守护好秦家。小莫无需自责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他们实在太过强大了，莫麒麟也是独木难支。我已经召集各旁支精英弟子汇集延津城，也是为了对抗他们。二哥，你搞出如此大阵仗，想必觊觎仙器之人不止那彭魔岛一家吧？还有洪荒的一支12阶的散妖，实力极为强大，他们联手威逼，强令我秦家交出仙器。二哥，如今我回来了，定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。来，二哥，父皇和大哥他们都飞升仙魔妖界了吧？你可知如何能探知他们飞升往了何处？父皇和大哥还有风玉子叔叔都飞升了。你若想打听他们的飞升之处，和我们交好的紫阳门兴许能帮上忙。二哥，紫阳门和秦家关系何时如此交好的？其实，双方交往已久了。早在父皇和大哥还在时，紫阳门就凭借一些机缘与我秦家交好。他身为腾龙大陆第1修仙门派，甚至还在父皇和大哥飞升时提供了一些帮助。其实此番你若不回来，紫阳门也表达过有意帮我们对抗彭魔岛之人。羽皇死后，紫阳门俨然已归玄帝管辖，他们不可能与上界全无联系，可却主动向我秦家示好，这其中定有阴谋。如此说来，这紫阳门倒还知道好歹。二哥，我想亲自去一趟紫阳门，他们如此善待我秦家，无论如何理应当面谢谢。我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只需回答即可。我问你，我紫玄星的大乘期高手，飞升后将会到哪个星球？宗门阵法完好，此人是如何进来的？前辈，我紫玄星的修真者一旦飞升，将会在仙界流泉星系的余
然如此，你就当我没来过，继续修炼吧。是前辈。二哥留在下界总理秦家，也是责任深重。虽说洪荒修库、彭魔岛蓝铁已被我收服，有2个12阶散妖当灵兽，应足以自保。只是将来你终归要飞升，那2个灵兽同样要飞升。所以，我还打算留给咱们秦家一样东西。这剑仙傀儡是蓝叔送我的，相当于下品天神器。剑仙傀儡。二哥，这空间戒指内有150颗极品元灵石，还有1枚玉简。关于剑仙傀儡的相关信息，你都可以从中知晓。这剑仙傀儡，有了剑仙傀儡，在凡人界，秦家简直是无敌呀！哦，二哥，这剑仙傀儡的存在，只让历代的几位长老知道，不要传出去，否则我秦家子弟一个个过于自大，那也失去我的本意了。放心，小雨，你二哥我过去当了数十年皇帝，知道该怎么做。这剑仙傀儡，不到我秦家危险关头，绝对不会使用。二哥，秦家可有后人修炼我的星辰变功法？此功法的确玄妙，我秦家子弟虽人数过万，但也只有1人可以窥得功法玄机。传秦10天来见。拜见太上2长老，拜见太上3长老，拜见太上3长老。师尊。啊，叫什么太上3长老，就叫师尊吧。徒儿拜见师尊。星辰变的功法博大精深，深奥无比。我会给你留下飞升之前功法的心印之意，日后要好好修炼的。多谢师尊，多谢师尊。二哥，我要走了。小雨，那人竟现身人间，还找来了紫阳门。知道了，你只需继续照顾起家族，其余无需多管。是。福伯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您帮忙。但说无妨。我想请您改造一下青羽仙府。仙府？对，我担心自己飞升神界之后，家人遭到一些人的攻击，所以想在仙府上布置防御禁制来保护他们。此道我虽不精通，可毕竟跟随主人多年，随手布置几个，就是一般的神人都破不了。邪魔妖界之人，自不在话下。有劳福伯了。这里面既有幻术禁制、防御禁制，也有攻击禁制。放眼仙魔妖界，纵是9级仙帝来了，也奈何不了仙府内的人。多谢福伯，这样我的后顾之忧变少了许多。我这就将它送给父亲。我既然准备成为迷神殿之主，自然不能让他们继续封堵大门。来者何人？速速离开！此处按照仙魔妖3界首领之命，用8、9锁空阵联合封锁起来。应闯者，诛！你们封印此处，无非是怕人进入迷神殿中。如今我一入殿而出，你们还要拦截，我可就要硬闯了。哼，狂徒！
我们72个地级高手联合布下的阵，就是龙皇亲至也断然破不了。不论你是何人，此处不许通过。听好了，此枪名为残雪。今日我就用这阵来祭枪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晚辈乌龙，困于6级魔地多年，刚才前辈这一枪，瞬间让我明白了。晚辈已然有信心，100年内达到9级魔地境界。多谢前辈。敢问前辈，可是神界来的人？你悟性倒是不错，看我一招便可得到。不过我并非神界来人，在下秦羽，不喜欢你们布置的封印。如果再让我看到入口被封印，可就不只是吐口血那么简单了。青羽前辈堪比师尊教化之恩，乌龙没齿难忘。风兄，外界盛传的那个实力极强，甚至力压羽皇玄帝的人，也叫秦羽。你说，会不会就是小羽？秦兄，我知你一向沉稳，如今你是关心则乱呢。若要抗衡羽皇玄帝，则需要9级先帝的实力。外界所说的那个秦羽，扬名于3000年前，那时距小羽飞升不过数百年，怎会有那样的实力？退一步说，小羽真的杀了羽皇，那玄帝及其麾下的九眼宗，为何对我们如此之好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风兄，玄帝对我们秦家的恩情，也未免太过。何事让父王如此忧虑？父王，风伯伯。小羽是你？万万想不到，当初根骨不佳的小羽，如今成了仙魔妖界人人崇拜的秦羽。父王，风伯伯，你们方才说飞升之后，那玄帝对秦家多有照顾。何止是照顾，我们秦家子弟飞升仙界之后，凡遭遇生死危机，均被玄帝的人救下。除此之外，只要在仙界成亲的，道侣也无一不是玄帝的徒众晚辈。原本我只是有些奇怪，如今得知小羽你与他有那样的大仇，我已可确认，玄帝是打算利用我们来威胁你，只是尚未动手，看来还在等待最佳时机。父王，风伯伯，无论他有什么打算，前提是能将你们控制在手中。这渔阳星是玄帝的地盘，我们还是离开为好。此处的西边有一颗炎阳星，为我的故交好友君落羽掌控，到那边会更加安全一些。可是我秦族众人的道侣，皆出自玄帝门下。你风伯伯的道侣，亦是玄帝的人。既是家人道侣，带上无妨。我倒要看看玄帝到底能奈我何。多谢落羽兄帮我照顾家人。你又何须言谢？
再说，主要还是凭着你自己的仙府护着族人，我不过是答应你，让他们在此落脚罢了。我身边麻烦不断，放眼整个仙魔妖界，也只有你才肯答应了。没想到3000余年不见，你的实力竟已达到如此境界。我虽被称为天才仙帝，到如今却远远不如你了。洛宇兄不也是已经到了8级仙帝吗？你我相差不多。你可知我成为8级仙帝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哼，我又岂能不知？以你的心性，自然是去了魔界。对，我当即前去找到血衣，大仇得报，当真快哉！恭喜洛宇兄，多年的心结总算被打开。那妍儿呢？你和她要离开一段时间了。离开？去哪里？自然是回家了。青羽大哥，不要当着洛宇哥哥谈我的实力。妍儿，好久不见。青羽大哥，好久不见。我临走前本来也想去找你的。找我？洛宇哥哥，我待会再去找你。那你们先聊。想不到你竟是堂堂上级神人，你瞒得我和洛宇好苦啊。你现在已能一眼看出我的实力啦，进步很大哦。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，让他这傻小子自己去猜吧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找我？我这次来是和大家道别的。姥姥让我跟她回神界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其实赠予你江兰界的兰书就是我亲叔叔，而江丽就是我亲姐姐。我早就该猜到的，你和丽儿那么像。幸好你没忘记她，要是你做了负心汉，我第一个出手教训你。丽儿她怎么样了？很不好。多年之前，神界发生过一次惊天战斗。奇怪的是，从那之后，追求姐姐的人就变得很多很多。这其中实力最弱的人，也是下部天神。那个周显也在其中。不过你也别灰心，兰叔可是把自己手头的第一灵宝江兰界都送给你了，自然是极为看重你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在渡神界的时候，可别用出江兰界。为何？此事你无需多问，只要记住，神界并不是你想的那般简单，涉及到宇宙的运转，牵涉到无数的宇宙空间，所以要是不想一飞升就被人盯上，就别使出江兰界。这可是你的底牌，要藏好。多谢姥姥指点。还有，不要鲁莽的去找我姐姐。等你实力到了，自然有机会相见。未来的姐夫，你可要努力，别让我姐姐失望哦。好，原本我还以为凭着自己手中的宝物渡神劫自然无虞，现在想来还是把神劫想得太简单了。我这就去闭关提升实力，争取早日飞升神界。终于到了原点终极，神劫将在108年之后来临，这比我想象中要来得早。大哥，这才3000天你就醒了？我感应到了神劫。大哥，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俩也到了9级妖帝，并且都感受到了神劫。如此算来，时间都差不多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渡神劫。那自然是好，但是在渡神劫之前，我需要去找彭魔皇，亲手为我父母报仇。只是那彭魔皇拼命逃跑，我却难以逼他与我生死决战。这点你大可放心，这彭魔皇无论如何都会与你正面交战的。封眼。哪里逃？
宇，你何时到了9级妖帝？手中这枪可是上品神器，哪来那么多话？你是很强，但速度还差得远。我倒要看看你又能拿我怎么样。这怎么回事？红魔皇，我领悟的空间法则如何？你不是速度快吗？怎么停下了？你不是挺能逃的吗？逃啊！宗炎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要杀便杀，轮不着你们羞辱我。杀你，只我一人便可。但你的对手不是我。现在只要你与我三弟堂堂正正厮杀一番，你若赢了，我必不为难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是空间神器。既然我给了你活命的机会，战斗的地点就由我来挑，你有意见吗？哼！谢谢大哥。大哥，你让他们正面厮杀，却把空间缩得如此之小，让鹏魔皇这厮的速度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。在那里面，灵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说过，鹏魔皇一定会答应和小黑正面交战的。你以为只有你的速度快？说，我父母是不是你亲手所杀？是又如何？你这不该来到世上的孽种！今日，你我二人只有一人可活，就凭你？不是才艺，我今天就送你去见你的父母。小黑这是豁出去了。刚才要是没有黑羽战甲的防御，鹏魔皇已经赢了。小黑等了这么多年，绝不会倒在这一步的。是你让我失去双亲，是你灭了白家满门，是你对我夫妻追杀不止。今日，我必要跟你做个了断。惊天一贯！父亲、母亲、白皙，我为你们报仇了！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只为这一场大夜幕，漫天雨纷纷落下，听得到
不惜微凉，展翅所向，千年来这一击再很难将。当夜幕纷漫天乌云落下，听到小黑，都结束了。是，都结束了。这一击无需回头望。这传承金冠当如何处理？干脆你收着得了。我不喜欢，就是这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。既然如此，这是你彭族的传承至宝，我们理应归还。多谢秦羽兄。想来如今仙魔妖界，怕是无人能与你相比了。也不知道暗星界下一任经行军是谁，实力可否与你相当？下一届？之前收到消息，现任经行军快要渡神劫，君主争夺大战，估计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果然被我猜到了，彭魔皇一死，你们就会来这儿。走，跟我回去。如今仇也报完了，总算可以当新一任的大元皇了。你就饶了我吧，我根本就不是当大元皇的料。我说你是，你就是。我的神劫都感应到了，马上要渡劫了。啊？怎么会比我还快？我本想把大元皇之位传给你，好好进修，以待神劫呢。我们三兄弟打算一块儿渡神劫，恐怕是当不了这大元皇喽。万万不可呀！渡劫人数越多，这神劫威力会翻了倍的上涨。三人同渡神劫，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呀！那我们就要做开天辟地头一个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还要去争经行军之位？迷神殿的封印不是都解除了吗？江岩和银花姥姥曾警告我，在渡神劫时，不要借助蓝书的宝物，免得引起注意。好，如今我们三人齐渡神劫，风险又增加了许多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获得金行宗的传承之宝来渡劫，才能安然无虞。总算得到消息了。我还以为你对君主之位不感兴趣。我对君主之位的确不感兴趣，但对传承之宝，我倒是有些想法。神劫将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然，你要那传承之宝又有何用？定是看中它能助人渡神劫之效。倒是逃不过你的眼界。金行军即将飞升，君主争夺战就在眼前了。秦羽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你让我如何不着急？莫慌，上次给你的探灵宝珠可在关键时刻助你，待到它露出破绽，我也会暗中出手。金行军太强了，这第二道神劫如此轻松便化解了。那是自然，历代金行军从未有人丧命过神劫。只剩这第三道了。三重神劫最强的就是最后一重，君主即使成功，也不会像前两重那么容易。第三重很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成功了！果然还是经受住了心魔。难道这神劫不是一开始就有各种幻境影响心神吗？你二人有所不知，这第三重神劫乃是混合劫，蕴含了神雷。